的次数越来越频密。最近发生的连日豪雨，导致马来西亚、柔佛和彭亨州多个地区都突发性的水灾，严重地区甚至变成水乡。大家是不是也在想，车被浸坏了，有得赔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黑莉，是一名理财规划师。我的频道是关于投资理财、理财规划，在我们人生之中不同阶段所需要知道的理财知识。想要了解相关的内容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还要点击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接下来的影片了。刚踏入2021年，就迎来了一场大水灾，连续豪雨造成东海岸及柔佛州至少6个县出现淹水情况，多个地区遭遇严重水灾，陷入汪洋一片。在这部影片，我会和大家讲解下，假如车子因为水灾被浸坏了，可以向汽车保险要求赔偿吗？基本的车险有什么是不保的？还有买车险时要注意的事项。假如你购买的只是一般的汽车保险，你将无法获得赔偿。一般的车险配套并不包括因为天灾造成车子损坏的赔偿。只有车主购买附加天灾车险 Special Perils Cover 才能获得相关的保障。相信大家在购买车险时都只会选择最基本的保障，而这基本的保障是不包括天灾所带来的损失的。那添加这附加保险贵吗？这附加的保险又包含什么呢？天灾车险的保费价格是根据车子本身的保额来计算的。比如，车子的保额是10万令吉，以10万令吉乘以 0.5% 便是这附加保险的保费。也就是说，车主需要缴交额外的500令吉保费。有些保险公司提供优惠价，只需 0.25% 的保费而已。天灾车险的覆盖范围包括淹水、土崩和暴风。简单来说，下大雨、大树倒塌压到车子，假如有买天灾车险，保险公司就会给予赔偿。相信大家也会发现，水灾发生的次数越来越多。就算你的住家地区不处于水灾区，这并不代表水灾不会发生。所以，买车险时可以考虑加这附加的保障。假如只买基本的保障，当遇到水灾，车子浸坏了，所有的维修费用就要自己承担了。看到这里，如果大家觉得内容有帮助，想要看到更多的相关视频，麻烦你们点个赞，并留言告诉我想要知道什么样的内容，我会尽量想想看哦。接下来就来了解下，购买车险时该注意什么事项呢？车险可分为3种，分别是1号险、2号险和3号险。1号保险也就是综合性保险 Comprehensive Cover， 这类车险的保障范围最广，即对第三方的身体受伤或死亡、第三方失去车子或损坏，以及因为意外的火患、失窃或车祸事故失去车子或损坏的理赔。假设你购买了1号险，有一天开车出门出了车祸，你撞到 B 的车子，那你的车子和 B 的车主都能受到赔偿。2号保险 Third Party Fire and Theft， 这类车险和1号保险不同的地方是，假如你撞到了 B 车子，你的车子将不能获得赔偿，你的保险公司将会赔钱给 B 车主，不过车子被偷和火灾都能受到赔偿。至于3号保险 Third Party， 同样的例子，假如你撞到了 B 的车子，除了你的车子不能获得赔偿之外，车子被偷和火灾也不能受到赔偿的。不过，你的保险公司还是会赔钱给 B 车主。我在这里都会建议大家选择1号险，因为提供最完善的保障。如果是一辆很旧的车，想要省钱，就可以选择2号或3号险。汽车的保费率是根据年龄、地区以及该车的市场价值来决定的。保险公司会根据汽车的市场价值来报价。要注意的是，投保的数额 Sum Insured 可以是 Market Value 或者是 Agreed Value。Market Value 就是购买车险时的市场价格投保，它会随着折旧价值的下降而影响赔偿的数额。Agreed Value 则是保险公司同意赔偿的数额，
不会因为折旧的价值而影响赔偿的数额，但不是每辆车子都可以保 Agreed Value 的。根据汽车的年龄和汽车的品牌有一定的限制。在 Market Value 和 Agreed Value 当中 ，Agreed Value 占很大的优势，而且价钱和 Market Value 没有差别很大，所以可以的话建议选 Agreed Value。如果想要便宜点，我们可以选择最低的市场价格投保。可是坏处就是有什么事情发生时，可能会因为投保不足而要自己付一部分的维修费。那除了刚才保障水灾的 Special Perils Cover 之外，还需要什么附加保险呢？最常见的是添加挡风玻璃保险保障 Windscreen Cover， 这保费的保额是 15%。如果你选择大金保险700令吉的话，那么你只需要多付105令吉就可以了。添加 Windscreen Cover 的好处是，车主可以在不影响 NCD 的情况下向保险公司索赔。如果没有选择 Windscreen Cover， 同样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，但 NCD 就会受到影响。NCD No Claim Discount 就是无索偿回扣。只要你在更新车险前的12个月内未曾索偿，就享有无索偿回扣的奖励优惠。私人轿车的 NCD 计算方法是：第一年折扣25%，第二年折扣30%，第三年折扣38.33%，第四年折扣45%，第五年或以上折扣55%。其他可以考虑附加的保障包括 Waiver of Betterment Costs， 5年以上的汽车在索赔维修时只能用二手或非原装的维修零件。如果汽车超过5年，但车主想要维修时用回原装的零件，那么就可以考虑附加这 Waiver of Betterment Costs。Legal Liability to Passenger， 乘客的法律责任。当驾驶时导致乘客受伤，只要附加这保障，就可以不用担心乘客对车主采取法律的起诉。而 Legal Liability of Passengers 就是保障车主因为乘客的疏忽造成对方的损失，比如说乘客开车门时不小心打到对方的车，车子损坏了，对方向车主索取赔偿。非常重要的是，买车险时要注意有没有 Excess 修车费用分担金额，也被称为 Deductible。这是保险公司在赔偿车子索赔之前会先扣除的分担部分修车开销，也就是车主必须自己掏腰包支付的费用。还有，通常保险公司都有指定的400令吉 Compulsory Excess。如果发生车祸事故进行索偿时，但你的车子当时是由非受保人，也就是车险保单内没列明的驾驶人，或者是年龄21岁以下的驾驶人，又或者是 L license 或 P license 持有人，那么你就必须分担其中的400令吉的修车费。最后要注意的是，无论你购买什么样的汽车保险，当发生车祸时，你本身将不会获得任何赔偿。就算是因为车祸残废了，只有你的车子能获得赔偿，对方人和车子就会获得赔偿，包括对方受伤、死亡、维修费等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为自己买意外险，当任何意外发生时才能保障到自己本身。如果你也想了解你本身或者是本身的资产是否买对了保险，或想要任何的报价，可以填写留言区的表格，我会联系你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觉得内容有帮助，记得按赞并分享。我的频道还有其他关于投资理财、理财规划的视频，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赶紧点击订阅吧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